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6月20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6月18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 186.56， 收盘价是 184.86， 在盘中最高价是在 187.20， 最低价是在 182.37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5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在各条均线值的上方。当日的成交量是 6898.23 万股，较前一个交易日量缩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.62 倍。KD 值我们会看到双线是继续上行，开口略有缩小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的上行走势有所减弱。MACD 双线是继续上行，开口略增，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绿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继续向短期多头趋势发生转变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6月18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小红 K 线，下影线略长。那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，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出现反弹之后的横盘中，或者叫回档中。对，那么当日的这根 K 线我们会看到它是低开盘，然后呢股价上方是在187到188这个地方遇到了压力，然后股价是出现了回档下行。那下方是在5日均线值得到了支撑。那最后呢，收盘价是收在了当日 K 线中间的这样一个位置。那也就是说，股价在当日这样的 K 线是出现了回档。那同时我们也会关注到当日的成交量较前一个交易日是大幅的量缩。那出现这样的一个 K 线的线型，成交量缩，这是一个反弹之后典型的一根休息的 K 线。那日后呢将会有继续反弹的走势。那除非出现一种可能，就是接下来一个交易日生成的 K 线跌破这根小红 K 线的最低，也就是182。如果出现这样的走势，那么股价才会有进一步的回档，否则我们认为股价会坚定的继续上行，或者至少会出现横盘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再补充说明，对，那因为我们还要补充说明一下这个 K 线组合方面的信息。我们在前一期视讯提到过，6月13日和6月14日两根 K 线合并之后，这是一个实体长红 K 线。那么它和这根绿 K 形成的是母子怀抱。那母子怀抱是变盘的信号 K 线，那么这根母线的最高也就是在191和它的最低在177这个地方，也就是这两个位置将成为日后股价的走势的一个标志。那么目前我们说股价如果是向上，在突破191之前，还有这根绿 K 的最高是一个压力位，那么这个最高是在189附近。我们说股价日后其实只要能够站上189，也就是这根绿 K 的最高，那么股价机会有上行的走势。因为在这个交易日我们会看到也是抱有大的成交量的，所以说如果股价能够站上它，那我们说叫换手成功。那股价呢将会就是站上它，就证明有买盘的跟进
那么换手成功，那股价一定会上行。那如果日后股价我们说再能够站上6月13日这根 K 线的最高191这个位置，我们会看到当日也是抱有大的成交量，所以我们说目前股价走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，上方只要能站上189或者191，那么股价一定会有一波上涨的行情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这个 K 线信息的解读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，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6月18日股价走势的预测，我们给出2个可能，一个是股价会继续反弹，我们给出2个点位，一个是收盘价会在188，另外一个点位会收盘价在190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对，那么还有一个可能呢，我们给出的这个预测是股价会出现回档，收盘价会在182附近。对，在这个地方，实际在6月18日收盘价是在184.86，出现了回档。那出现这样的回档和我们预测的回档，虽然在收盘价的点位上相差较多，但是呢，我们说这个当日的走势，和收盘价的性质是实际的发生和我们预测的是几乎是相同的。对，那我们给出比如说我们给出继续反弹的条件，当日是要高开盘或者很小幅的低开盘，但是呢，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85的。但是呢，在当日开盘即是低开盘，也就是我们给出回档的条件必须是低开盘，并且上方股价在188，对，是不能突破的。然后股价出现了下行，对，那下方呢也是在5日均线值这个地方遇到了支撑，所以我们说在前一期视讯我们对这个回档的预测，就是对接下来一个交易日走势的预测是几乎是相同的。好，并且收盘价的点位的性质也是相同的。这个性质相同我们指的通常是在前一日 K 线最高的下方，下方是在5日均线值的上方，所以在这个区域内，我们说这个收盘价的性质是相同的，182和184是一样的性质。对，好，那这是我们对之前一个预测的回顾。我们接下来看股价的走势，因为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说，反弹之后出现一根休息的 K 线，那日后呢还会有一个反弹的走势。那我们说日后如果在这个地方出现一根实体长绿 K 线那么我们说将会建立一星二阳的一个上涨的一个架构。对，所以说我们认为在反弹休息之后不跌破5均，并且成交量缩，那休息之后呢，我们说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，如果有多头力量进入，股价一定会推动股价继续上行的。那如果股价上行，对于6月20日和之后交易日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191，在到达它之前189是压力位。191如果被站上，我们其实刚刚从 K 线系解读6月13日这根 K 线和6月17日这2根 K 线都是抱有大的成交量的。一旦股价能够站上191将会开启一波新的这个上行的走势。同时站上这个位置，我们会看到是会确立自6月11日以来的多头趋势，下方有了底高，上方还差一个头高。对，好，那么我们说这个191如果被站上之后，接下来第2个目标就是199这个位置，在200关口
这是我们多次在视频当中都说过，这是强压力，对，这是空头一定要守的整数关口。好，然后呢，接下来第3个目标就是206，这是我们说的上行的3个目标。我们再来看下行目标也是不变，第一个目标是168，跌破这个位置，我们说将会继续自4月29日以来的空头趋势。上方依然有头低，下方会出现低，对。那在到达168之前，我们说这根绿 K 的最低，6月17日，它这根 K 线的最低是在177，这是股价下行的强支撑。当然各条均线值也是强支撑。好，那168如果被跌破之后，接下来的目标一定是回补下方的缺口，目标就是139。那139再被跌破呢，我们会看到会继续自2023年7月19日以来的空头趋势，那么股价将会接下来的目标就是102。好，那这是我们说股价日后上行和下行的对于它的一个说明。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在6月20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，依然是187。对，这个187呢，我们说应该说是187.5，依然是这根绿 K 实体的上沿，也是这根休息 K 线的最高附近。那我们定义这个位置，就是说股价在盘中如果能够在187.5上方运行，我们取整数吧，取187，如果能够在它的上方运行，我们会看到，那么在这个地方呢，很可能会生成一根上涨的 K 线。对，但是如果股价不能超过这根 K 线，就是这根休息 K 线的最高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极有可能会出现继续回档的一个走势。所以在盘中我们要关注187，它是股价走势的一个，我们认为是一个分界线。对，好。那再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目前我们有一个15%的多头仓位，分别是在6月12日收盘价在177附近，5%进场抢反弹，获利目标是181到183。那如果没有获利出场呢，我们说在6月17日这个地方，我们是给出了加仓的建议，就是10%加仓。然后呢，这样一来，15%的仓位成本是到达了184这个位置。对，那么我们的获利目标当然是在上方191这个以上，或者说是等待继续加仓做多的。对，好，那么我们这15%给的止损位呢，依然是不是依然是守6月17日这根 K 线的最低是177。对，那么到了6月18日收盘价是在184.86，那我们说股价没有跌破这个位置呢，这个仓位是继续持有的。但是在6月18日收盘价这个地方是不可以继续加仓，或者进场抢反弹的，因为出现了回档，那有可能股价会继续出现一个更深度的回档。对，所以这个地方在技术上是不可以加仓或者进场抢反弹的。好，那么这个仓位到了6月20日，我们给出的止损位依然是守6月17日这根 K 线的最低177。这是我们说的多头的仓位。当然，我们说再补充说明，就是我们在描述多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的时候，每一次加仓的位置都是可以进场抢反弹的。例如在6月17日这个位置是可以5%进场抢反弹，然后呢守这个
这根绿 K 的最低同样是守177，对，好，这是我们对多头的一个补充说明。那我们说在前一个交易日这个位置没有进场抢反弹，那么我们说依据这样的说法，那现在到了6月18日这个点位会更低啊，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进场抢反弹呢？对，在技术上是这样，就是我们是以当日 K 线做出一个操作的决定。那在这个位置说比如说我在这个位置进场5%，现在加仓，我依然守177，是不是可以？当然是可以，但是呢，就是说如果在前一个交易日没有进场的话呢，在6月18日我们要遵守纪律，就是这样的一个技术指标是不适合。在技术上是不可以进场抢反弹的。我们在这个地方不进场是遵守纪律，而不是说讨论它是否可以进场，是不是在这个地方进场比之前进场价格会更优惠呢，会更好呢？我们不是这样考虑问题的，我们考虑的是纪律。好，那么这是我们对多头的描述。再来看空头，空头其实目前空头要守的就是这2根带量的 K 线的最高，一个是189，一个是192，这是空头一定要守的位置。但是如果有多头力量的推动将股价推高至191上方，那么我们说在这个地方的空单会有回补，那么再加上多头力量进入呢，我们说这个地方很容易出现一根实体长绿 K 线。对，好，那么我们说189、191是空头要守的位置，还有一个空单最多的地方应该是在200关口，这是我们认为是在这个地方。对，所以我们会看到目前股价在向上如果继续向上反弹，或者是出现上涨的走势既容易也不容易。容易是一旦股价推高至191的上方我们认为会有空单回补，那么会推动股价上涨。对，但是呢，如果没有多头力量的进入，在这个地方有足够的空单，很有可能就是股价会被继续压回，对，或者出现在这个地方出现横盘。好，那么空头这是上方要守的位置，空头的目标现在就是177和下方的168。当然这2个位置是多头要守的位置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6月20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，请能否在屏幕下方按下点赞按钮，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，谢谢大家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189，第2个压力位191，第3个压力位199，第4个压力位是206。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是从183到185之间，在这个区域。然后第2个支撑是从178到180这个区域，那么这个区域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是在这个区域。好，那么第3个支撑就是177，第4个支撑是下方168到169，在这个区域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6月20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6月20日我们给出的是2个可能仍然是并列的，对，它取决于开盘和当日的走势。好，我们先说第一个，股价会继续反弹，或者说是会出现回后上涨。那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高开盘，甚至我们认为有可能是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87，然后上方最高会到达195，然后收盘会收在192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那出现这样的上涨的
条件呢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87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上涨。好，那另外一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继续回档。如果是继续回档，它将是我们认为是低开盘，或者是很小幅的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186，下方最低会回踩到180，然后收盘会收在183.5附近。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86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继续回档。也就是继续回档，我们认为会继续出现这样一根小红 K 线，出现一个头低下方有低底低的这样一个继续回档的一根 K 线。好，那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6月20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，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